我去上班了。你二婶今天上的早班，下午3点半就下班了。你老实在家里等着。二叔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去上班吧。苏永时心里这个气啊，明明是只狼崽子，装什么小白兔？平房隔音很差，苏荷和苏永时说话内容被顾迟燕听了个七七八八。这小姑娘倒是挺有趣的。小何，二婶真是对不住你，本来想着给你介绍一门好亲事，谁知道赵斌是个畜生。要是知道他这样，二婶无论如何也不会给你牵这个线啊。等会金宝放学，二婶领着你们去供销社给你扯块布，再给你买点好吃的补补啊。苏荷心想，看来他还不知道自行车的事情。二婶，你们也是好心，我不怪你们，要怪就怪我命不好。真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你越这样二婶越心疼。二婶恨不能把你当亲闺女，你孩子名声最重要。左右那个赵斌也没把你怎么样，你回去之后最好别把这件事情声张出去，哪怕是你爷你奶也别说。我听二婶的。曹红梅差点笑出了声，这傻丫头还真好糊弄。妈，我爸回来了吧？我奶是不是给我拿好吃的了？胡嚷嚷什么？没看见你小何姐吗？快叫人！苏金宝被娇宠着长大，在苏家向来都是横着走，根本没把苏荷这堂姐放在眼里。妈，我爸说回来给我带好吃的，怎么什么都没有？等会吃完饭，妈带着你和你小何姐去供销社，到时候给你买好吃的。太棒了！你陪我玩打仗游戏，要不然等我回乡下的时候告诉咱奶，让奶揍你。好呀。金宝，你快看那是什么？金宝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苏荷敢打他，一时竟没想起来哭。金宝，这叫兵不厌诈，你若是学会了，以后在你朋友面前会很有面子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到时候你就会像大将军那么威风。快点教我。好的呀，只是大将军可不能哭鼻子，更不能告状，你能做到吗？当然能做到，我要是做不到，我就是小狗。金宝，天上有只鸟。金宝，你鞋带开了。金宝，小狗来了。可怜的苏金宝被苏荷拍了10几下，为了不当小狗只能忍着。我不和你玩了。你个熊孩子还想翻天，尝到被智商碾压的滋味了吧？这小子平日里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，倒是很少看到他笑得这么荡漾。要熬好了，赶紧滚吧！顾迟燕又看了一眼，并不是所有的疑惑都需要答案。我和那个叫苏荷的小姑娘以后应该不会再有交集了。二婶，东西两院都住的什么人？也都是纺织厂的工人吗？西边那两口子是机械厂的，眼睛都长在头顶上，一副瞧不起人的模样。说来好笑，在神气不也和我们一样租房子住？至于东边那个老葛头脾气古怪，就像谁欠了他钱似的。有时候金宝吵闹的声音大了点，他就一个劲儿的敲墙，活该他孤家寡人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小何，本来二婶想给你做点好吃的，可是这个月的肉票又没了，等你下次再来，二婶一定给你顿肉吃。好啊。苏荷当然不会把这话当真，含糊的应了一句。吃完饭，一行3人来到供销社，供销社5点半就关门了。曹红梅故意掐着点去，她就有理由少给苏荷买东西了。要买东西的快点，再卖10分钟就不卖了。小何，你看这是闹的，本来二婶还想多给你买点东西，现在买不成了。苏荷懒得戳穿他来供销社也只是想看看这时候的物价和种类，反正以后他会经常来，就看这位喜欢演的二婶能演多久了。第二天上午，苏荷准备回家。小何，二婶还得去上班，就不送你了，这5毛钱你留着买车票。你赶紧去吧。随后苏荷在交易所买了个麻袋，把里面塞得满满当当，乘坐大巴车来到了槐花公社苏永时丈母娘家。小何回来了，相看的怎么样？二婶叮嘱我不要乱说。对了，我二叔把自行车卖给我了，我过来取车子的。谁？永时把自行车卖给你了？这好不容易才买到的自行车咋卖了？再说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我从沈家带来了点钱，一直没舍得花，现在买自行车也算是用在了刀刃上。我二叔担心您不信，还给我打了收条呢。你看看。既然这样，那车你就骑走吧。姥姥，我二叔和二婶太忙，也没顾得上给您捎东西。这包草字糕是我孝敬您的。王凤荣心里有点难受，就连苏荷都知道给他买点东西。那2个白眼狼把自行车卖了不说，竟然连块糖都没给他捎回来，真是让人心寒啊。小何，以后就把姥姥当亲姥姥，常来串门。此时苏老太正在屋里和隔壁的刘老太闲来。要说我家老二真有本事，给大丫介绍了副厂长的儿子。听说那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，大丫嫁过去算是掉进了福窝里面。这大丫还真有福气，从小就在省城长大，现在眼看又要嫁到好人家，老嫂子你以后可就享福了。苏老太听了这话，心里就像吃了蜜似的。刘老太的闺女在镇上的供销社当营业员，平日里村里人都溜须她，那架势拿捏的就跟皇太后似的。大丫，这东西是你对象送的。奶，亲事黄了，这东西是我自己买的。
老嫂子，这谈婚论嫁就讲究各门当户对，我之前就觉得这亲事成不了，只是没好意思说。刘奶奶，您说的对，这谈婚论嫁就得门当户对。刚才我在公社瞧见你家闺女我小姑了，正被她婆婆指着骂呢，我都有些看不过眼，只是我一个当小辈的也不好掺和。你个败家玩意，亲事黄了还买这么多东西做什么？肯定是把我的2块钱都给花了，我真是造了孽了，怎么就摊上了你这么个倒霉东西？奶，这事可不怨我，等我爷回来，我再给您讲讲二叔给我介绍的好亲事。你个死丫头，到底是咋回事？你倒是给我说明白。还有你麻袋里面装的是啥？哎呀奶，不行了，我心口疼，您要是再逼我，我就要晕了，就要去公社卫生院打营养针了。奶，肥肉炼成油渣，瘦肉炖白菜。你个败家子，竟然买了这么多肉，还想一顿都吃了，这日子不过了。呸，亲事都黄了，还有心思炖肉吃，就不是那正经过日子人家。你个躺棺材板的老太婆，你骂谁呢？你才不正经，你老不正经，你全家都不正经，你家连耗子都不正经。苏小满觉得自己太幸福了，不但有油渣吃，锅里还炖着肉，坏姐姐还给她买了糖块和槽子糕。苏和悄悄叮嘱了她几句话，苏小满想都没想就满口答应。过了一会儿，苏老汉和苏永国2口子下工回来了。大丫，你怎么哭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咋了？出啥事了？苏老太气得直抽抽，明明刚才这死丫头眼睛还好好的，这么一会怎么就红了？也没什么，就是二叔给我介绍的对象有点问题，不过二叔也是好心，估计是被人给蒙骗了。说详细点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苏和一听，顿时看向了苏老太，一副想说又不敢说的模样。你个死丫头，看我做什么？又不是我不让你说。别瞅你奶，实话实说。苏和这才结结巴巴将事情说了一遍，他说的平铺直叙，还特意强调了苏永士半路返回来的事情。爷，您别怪我二叔，虽说他和我20是为了转正，但毕竟也是为了我好。虽然当时我怎么求他，他都没留下来，但毕竟中途折返回来了，说明他心里还是有我这个侄女的。这特么是人吗？亏得老二叔的天花乱坠，去差点毁了大丫一辈子。自从我嫁入苏家，自认从来没亏待过老二2口子，他们竟然为了转正卖我闺女，简直不是个人。什么事儿我都能忍，这是我忍不了。大丫二丫，走，和娘回你姥姥家。苏小满满脑惦记着散发着香气的大铁锅。妈，要不咱吃完饭再走，还能给我姥姥家省顿饭。老大家的，你放心，这事我会让老二给你们个说法。老大，明天随我进城，看我不打死老二那个畜生。老头子，你消消气，老二不是这种人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估计是曹红梅那脚家精撺掇的老二也是被蒙骗了呢。苏和知道苏老汉说的是气话，与其不依不饶，不如得到点实惠。爷，这件事确实是我二叔不对，但若是您去了县城，万一被有心人说闲话，我二叔和二婶的工作就保不住了。我受点委屈没什么，还是大局为重。对，等老二回来你再训他也不迟。万一把他们2口子的工作闹没了，金宝就没办法在县里念书了。大丫，也不能让你白白受委屈，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。苏小满一直等着呢，这可是坏姐姐交给他的任务。我看二叔的自行车挺好，不如把二叔的自行车给我姐吧。小孩子家瞎掺和什么？就这么定了，让老二把自行车赔给大丫，这件事情就算翻篇了，以后谁也不准再提了。爷，我二叔之前是把自行车卖给我的，收了我150块钱。你看看，这是他写的收条，这些钱是我在沈家偷偷摸摸存下来的。虽然舍不得，但是我一想有自行车了，你以后出门就能少受点累，就买了。等有空我去县城把钱给你要回来。我听爷的。苏永时要是知道没了自行车还得倒搭150块钱，非得气死不可。苏和随后又把麻袋打开，拿出来里面的东西：6卷棉布、4罐奶粉、5斤白糖、2斤红糖、2斤奶糖、1桶大豆油、10斤富强粉，还有10斤小米。苏老汉等人看得目瞪口呆。苏老太这回不说他的2块钱了，因为这些东西远远不止2块钱。这些东西是我用从沈家带回来的钱和票买的，本来还想藏着掖着留着以后打算，现在我想通了，我是苏家的一份子，理应出一份力。大丫，以前是奶错怪你了，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。